我本是将军府的嫡女木子初，自小便受父兄宠爱。3年前的一次宫宴上，因我长相出众，被皇上看中，将我赐婚给太子宋时宴。那也是我与他第一次相见。自我嫁入太子府，他一直与我以君子之礼相待。可直到一个女人的到来，打破了我们之间的一切。那女人自称是青云山上的修仙之人，此次下山是特来助太子成事的。最开始这一切并无不妥，因为他的指导，太子得到了皇上的赏识。可慢慢的，宋时宴却变了一个人。兰儿，多亏了你的良策，姑才能将贪官抓住。今日父皇当着众大臣的面夸赞姑做事果决，是非分明，甚得龙心啊。兰儿这次就是为了帮助殿下成事的，只不过殿下把莫将军一家老小抄了家，姐姐那边你就不怕？怕什么？只要姑能登上皇位，他们也算死得其所了。我父兄乃齐国一代忠臣，怎么可能会是贪官污吏？事实摆在眼前，多说无益。宋时宴，没想到你竟也是个会为了仕途是非不分、草菅人命的人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殿下小心！放肆！哎呦，真是可怜呐！一生威名赫赫的穆将军，竟被自己亲姑爷送上了断头台。哎，可不是嘛！我听说，自从太子府来了一个女人以后，太子整日迷得神魂颠倒，对他说的话更是唯命是从。只是可怜那穆小姐了。哥哥！初儿，别过来，你快走，别管我们。是啊，初儿，你快走。穆家是被冤枉的，如今你还是太子妃，只有你活着，穆家就还有洗刷冤屈的那一天。听话，快走！我不走，我不能弃父兄于不顾啊！你连爹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快走！时辰已到，行刑！爹！宋时宴，我穆家一生为你齐国出生入死，无怨无悔。你来告诉我，我穆家贪的是齐国的什么钱？你是非不分，是我父兄。宋时宴，这笔账我们来日方偿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听说穆家小姐一怒之下休了太子，净身出户了。修得好，不愧是穆将军的女儿，就是有风骨，我支持她。光有风骨有什么用？如今穆家家破人亡，离了太子府，她就是一介庶民，就凭她一女儿家，又有何本事？哥哥，我定会为楚家讨回公道。就凭你如今的身份，想为你父兄报仇，简直难如登天。是你，我楚家满门英烈，谋生不白之冤，即便是难如登天，我都要还我父兄清白。若是本王愿意帮你呢？你说你要帮我？交易。爹，哥哥穆家所受的所有屈辱，我定会向他们一一讨回，绝不会让你们枉死的。小姐，摄政王的迎亲花轿已经到门口啦。好。哟，这摄政王摆的这么大的阵势，娶的到底是哪家的姑娘啊？神神秘秘的呢。你想怎么交易？做本王的王妃。我没听错吧？王爷要娶我这个罪臣之女，难道不怕被人耻笑吗？我乃当朝摄政王，没有人比本王更能护你周全，助你平凡。那你又能得到什么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。你要干什么？今晚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之夜，难道王妃就不想？我也罢，既然我已经决定嫁给你了，尽一个王妃的本分也是应该的。来吧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这些可都是咱们王爷特意为王妃从江南运来的，要是摔坏了，你们可担当不起。是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莲花呀？回王妃，这些莲花都是王爷命人特意从江南运来的。王爷说王妃最喜欢莲花啦。他怎么知道我
我最喜欢莲花的。来吧。王妃脸红的样子，还真是可爱。萧玉，你耍我！刚刚本王不过是逗你一逗，你放心好了，本王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。世人都说当今摄政王是个花花公子，可他竟然不像传言那般。你却不知，世间女子，我只对你一人钟情。也罢，来日方长吧。启禀王爷，今日早朝之上，太子殿下向皇上亲旨，要纳他府中的那个女子为太子妃，不过被皇上一口回绝了，还引来了皇上的不满。他还真够心急的。那个女人为他出了不少主意，不然他也不会一次又一次的讨皇上欢心。对了，让你调查的事有进展了吗？属下调查过了，青云山上确实有一个道观，可此道观与世隔绝，里面的道士一生只求修仙之法，从不插手凡间俗事，他们甚至连如今何人称帝都不知，更别说会派人插手皇室争斗。果然如此。他究竟是谁呢？为何会如此针对穆将军？报！启禀王爷，太子殿下求见。来得正好。侄儿今日特带了贺礼前来，祝贺皇叔新婚大喜的。皇侄有心了，想必这位就是皇婶吧？石燕拜见皇婶。免礼，都是老熟人了。太子殿下又何必这般客气呢？穆子初，怎么是你？皇叔娶的可是我的夫人，你堂堂长辈，怎可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？哼，你的夫人？本王没记错的话，你不是被休了吗？何来的夫人？你，穆子初，你明知道他是我的皇叔，你还嫁给他，你故意让我难堪是不是？是又怎么样？乖，来叫声皇婶听听。你想得美！她如今已是本王王妃，你这般对她不敬，你还有没有把本王放在眼里呀？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？那又怎么样？你打我呀！宋时宴，别着急，我们之间的账慢慢算。穆子初，你不会得逞的。我这个侄儿哪里都好，就是不长脑子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报复起来也没有压力，不是吗？岂有此理！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！到底是何人惹得殿下如此生气啊？还不是那个穆子初，她竟然嫁给了萧玉，做了摄政王妃，今日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本宫难堪，简直是气死我了！你说什么？她嫁给了摄政王？没错，她不仅嫁给了摄政王，还让本宫叫她皇婶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还真是小瞧了那个丫头，看来当初就不该留她一条性命。无妨，殿下莫要动气，她本就是罪臣之女，就算她有王爷傍身，也难为穆将军翻案。我们想办法铲除了便是。兰儿可有办法？明日宫宴上，我们就……明日的宫宴，这是本王特意命下人给你准备的金银首饰，都是全京城独此一件的。这些衣服可都是荣华阁的最新款。王爷还真是破费了。本王的女人自是要比他们惊艳。没想到你这个花花公子也有用心的一面嘛。天色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这是白天。今日是家宴，你怎么把这个女人也带来了？朕说过，朕不会同意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子做太子妃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父皇，兰儿温柔贤惠，怎么就做不了太子妃？青兰乃青云山人士，这次下山……够了！朕不管你来自何处，你们的婚事，朕绝不会同意的。摄政王到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阿玉，你不是说娶的是心中的白月光吗？怎么会是他？这怎么回事？白月光？难道这也是他用来搪塞的说辞吗？父皇，皇叔实在是欺人太甚。皇叔这次娶的可是儿臣的发妻，这让皇室的颜面何存呢？哼，倒打一耙。穆子初，当初朕念你是太子妃，才姑且饶你一条性命，你竟然做出如此有失皇家颜面之事！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！本王看谁敢！
小玉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将朕的儿媳妇变成了弟媳妇，如今还这般维护她，你给朕一个解释。怎么，都是媳妇儿，有什么分别？你又不吃亏？荒唐！求父皇严惩这个女人。我与太子已经和离，我嫁给谁都是名正言顺之事，我何罪之有？你住口！今日只要有本王在，谁都别想动她。小玉，荒谬！父皇，父皇，穆子初，你别得意。那你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刚刚谢谢你为我解围。别忘了，你可是本王的王妃。楚国的信使，他怎么会？难道？千算万算，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是楚国的奸细，所以这一切就说得通了。他千方百计地接近太子，就是为了借太子之手除掉我父亲，除掉穆家，这样对他楚国就再无压力了。可惜了我们的傻太子，竟然被人利用得团团转。所以我的父亲是冤枉的。父亲，眼下是要考虑如何拆穿他的真面目。昨晚他竟然冒着风险与敌国探子见面，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吧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王爷，楚国派兵攻下了雁阳关，陆将军被擒，前线已无主将抵挡。如今敌军已不足皇城100里，京城内唯一可以抵挡的，便是穆家军。皇上命张统领带兵出征解皇城之围，可将士们纷纷表示宁死不从。老皇帝啊，老皇帝，这就是你听信他人谗言的报应。我穆家浴血奋战的将士，我看当下还有谁能守住你的皇城？看来那么迫切的原因就是这个吧。是时候该还穆将军一个清白了。哼，都是你！当初要不是你检举穆将军，朕也不会处置了穆家一家老小。如今敌军不足京城100里，穆家军宁死不战。朕问你，如今如何是好？不就是个小小的穆家军吗？我就不信我们齐国没有能打的兵。父亲，当初怎么立了你做太子？朕问你，当初到底是谁告诉你穆家军贪污军饷的？是不是你身边的那个妖女？朕当初就不该听信你的片面之词。来人，臣在，去太子府上将那个妖女抓过来，朕定严惩不贷。是。父皇，这一切都是儿臣的错，不关兰儿的事，求父皇放过兰儿，儿臣愿为此事受罚。你给朕住口！被人耍了还为他求情，朕当初真是看错你了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即刻起废除宋时衍太子之位，贬为鹤阳王，镇守南关，无诏，不得入京。遵旨。父皇不要，儿臣知错了。犯了滔天大罪却只发配南关，简直太便宜他了。穆子初，你休要得逞，齐国没你穆家军照样打得过敌军。住口！是吗？大齐之所以有几十年的平静，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那都是我父兄，我穆家军镇守边关的结果。我穆家为保大齐出生入死，而你们却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不分是非就将我穆家一家老小送上断头台。今日我穆子初带着穆家将士，就是来向皇上讨要一个说法的。没错，就算是死，也要为老将军跟少将军讨个说法。对，讨个说法。讨要什么说法？能为大齐出生入死是你们的荣幸。兰儿说的没错，当初就不该留你这活口。殿下叫的真是亲密，看来太子殿下还没明白他的真实身份。把人带上来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殿下，殿下救我！兰儿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我是该叫你青兰妹妹，还是清月公主呢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是吧？你说你来自青云山，可那里的道观一生追求得道之法，从不问世间之事，所以你根本不是青云山的人。你的真实身份是楚国的三公主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是很聪明，但是与你交接的信使却是个软骨头，打了几下便全盘托出了。带上来。是，皇上，你放过我吧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
我确实是楚国派来协助三公主的。这次的任务就是设计栽赃陷害穆将军，除掉穆家。你说什么？啊，这……你住口！你这个鼠辈，父皇不会放过你的。如今真相大白，还请皇兄能还穆将军一个清白。是朕错了，朕看到太子做事认真心细，没想到，是朕错了，我穆家为朝廷一生戎马，最后都没换来朝廷的一个信任吗？你还有什么资格做大齐的皇帝？是啊，朕还有什么资格？初儿，看到王妃了没有？没有。她还会去哪儿？啊，难道……原来你在这儿，真是让本王萧玉，交易终止吧。你说什么？交易终止。为什么？当初成婚都是为了帮父兄平反，如今此事已了，我们之间的交易也该结束了。穆子初，你利用完本王说甩就甩，有没有考虑过本王的感受？就是考虑了你的感受才会说的。小雨，对不起。你说你要帮我交易？你要干什么？今晚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之夜，难道王妃就不想？穆子初，当初朕念你是太子妃，才姑且饶你一条性命，你竟然做出如此有失皇家颜面之事！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！本王看谁敢！穆子初，我要疯了！我爱你爱的要疯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爱我一点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？我以为他只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，我以为我们之间的感情只是一场交易，却没想到他竟然爱我爱得这么深。小雨，若是有一天我能活着回来，我一定会告诉你，我也爱你。将士们，虽然我父兄蒙冤惨死，但我穆家没有亡。我知道众将士心有不甘，我父兄一生都在护着大齐，护着齐国百姓，穆家军亦是如此。如今敌国来战，我穆子初重拾铠甲上阵，众将士可愿随我出征？我愿追随穆将军，誓死追随。好，父亲、哥哥，你们没有完成的事，初儿替你们完成。不好了，王爷！说，王妃重拾铠甲，带领穆将军出征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是王妃托人给您送来的信。这个决定或许对得起父兄，或许对得起大齐百姓，却唯独对不起你。敌军兵临城下，当下唯有我穆家军尚有抵抗的实力。若我不去，大齐必败无疑。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小雨，对不起。若我能安然归来，我一定会告诉你我的答案。穆子初，穆子初，你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夫人出来上阵杀敌，我来保护夫人，这样我才能听见我要的答案。你这个傻子！小雨，小雨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在本王年少时便开始喜欢了。那么久，可我为什么没有印象啊？看到你在军营拿不起剑被穆将军教训，却从不流一滴眼泪，我就知道你跟别的姑娘不同。本想等你及笄之后就到府里提亲的，却不曾想你却先被皇兄看上。谁让人家长得人见人爱呢？所以本王以后要好好看管住王妃，以免再被有心之人利用。那负心汉利用完我，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好果子吃。听说他被流放南蛮之地，没等走到就死在了路上。唉，想想还真是大快人心呢。王妃提到旁人还真是开心的很，是不是忘了还欠本王什么东西了？
什么？你说的是什么呀？既然王妃都忘了，那本王就好好帮王妃回忆一下。萧玉，大白天你耍什么流氓啊？洞房花烛。